之后第一次出国依然是去了4、5次的日本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便宜。有人说我在开玩笑，但疫情3年，经济战1年半，人民币贬值，全球通胀，欧美至少涨价30%，加拿大、澳洲涨价50%。春节澳洲10天之旅，我的朋友竟然人均花了5万块钱，但只有日本，日元贬值了，抵消了物价的上涨。2024年，日本依然可以享受到2020年以前的消费水平。对于之前能去日本的人，现在依然不会觉得贵。20多元的吉野家，30元不到的星巴克，250元能吃一顿日式的烧肉自助，300-400元日本干净整洁的小酒店，1200元5日城铁加新干线通票，往返3、4千元的机票，这样的物价是不是让你恍惚觉得就是在国内？安全，东南亚的嘎腰子，欧洲局势的动荡，日本依旧保持着它的稳定与安全。行走在日本，你丝毫不用担心可能遇到小偷，也不用担心物品遗失后难以找回，更不用担心遇到骗子和骗局。在这里，我们对于日本人可能是更不安全的。舒服，对于国人来说，日本基本可以做到吃得顺口，面条就等于他们的拉面，咱们的盖饭在日本有吉野家。日本的中餐虽然不正，不过它也不会难吃。日本的甜点与西点甚至比欧美更好。支付，微信和支付宝几乎通行，地铁也可以绑定苹果钱包，和国内一样手机刷卡操作。无论在哪里都有明确的指示，配合 Google 地图和本地人热心的指路，让你不会再有异国他乡的无助之感。我知道很多人会骂我，小日本核污染，你还敢去日本吃东西，还敢呼吸日本的空气？可能我更释然吧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中国和日本这么近的距离，其实我们也不会独善其身。加之100万的欧美游客已经先行到访，再加之到了日本，其实你感觉不到日本人生活的变化。如果你在当地，自然也就会如往一样的游玩。其实真的，疫情前和疫情后，所谓的污染前与污染后，一切如故。所以你到那里没有感觉到异样，依然像以往一样去感受日本的有趣和日本的美味。2024年，我们应该有的更多的选择。不过，在逆全球化和不太平的国际局势下，以及全球物价上涨的情况，对于收入下降、预期不好且还想出行的人，实际上留给我们选择的地方并不多。我不推荐日本，但以上是我真实的感受，各位可以品评和判断。这次确实一次长途旅行，我们在日本的14天之旅游走了整个的9州岛，从福冈、鹿儿岛、熊本、长崎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城市。后续会与大家一起分享，也欢迎您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一起分享交流。